因为没有症状，主要是因为没有症状、没有感觉，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在偏乡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叫做在籍不在户，户籍好像在那边，其实他没有住在那边，所以你要找人也不一定找得到。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肝脏没有神经，所以即使吸肝治疗完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定期至少半年做一次抽血跟腹部超音波的检查。所以这些人必须要搭配就是腹部超音波检查这个照妖镜，我们才可以做这个完整的肝脏检查。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面面观》，健康爱台湾，我是主持人黄慧茹。WHO 已经宣示，2030年要消除肝炎，因为全球每30秒就有1人死于肝炎相关的疾病。WHO 在官网上已经宣示，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要有更好的预防、诊断跟治疗来挽救性命。吸肝呢，其实也是台湾仅次于 B 肝的肝病第2大杀手。预估呢有16.3万的慢性吸肝的病人。台湾要如何呼应 WHO 宣示的目标，以及我们每个人要如何远离吸肝？今天我们邀请到卫生福利部周志浩次长、周市长，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大家好。以及台大医学院名誉教授杨培明医师，大家好。以及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执行长年小金医师，大家好，我是年医师。好，一开始我们先请次长来跟我们讲说，因为那数字有点难，所以请你要把它讲得很简单哦。要跟我们讲说 WHO 它是什么样的目标，以及我们台湾目前达成的状况是怎么样。世界卫生组织呢是替大家定了一个2030年吸肝消除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它慢性吸肝的病人当中，我们能够找出90%，那90%当中的人呢，80%又能够获得适当的治疗。那如果推算我们国家的话，那我们国家慢性吸肝的大概有16.3万人。那如果90%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出14.7万的人。那同时呢，有11.7万的人，我们给他适当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那直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找出13.3万人，那已经有12.3万的人获得适当的治疗。整体看起来的话，我们目前的治疗整个的情形还算不错，但是的确还有一些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努力。所以还有一点点最后一里路。是，还有最后的一里路。一开始可不可以请2位医师来回应一下我们台湾目前执行的状况？根据我的了解，当然周市长讲的是最精确哈。我的了解是，台湾在政府跟民间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确实我们在根除吸肝方面很努力在做。我们台湾也宣誓要在2025年根除吸肝，比 WHO 要提早5年。但是我们当然还有最后一里路，还要继续努力。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年医师呢？那在这个消除吸肝的部分，其实常年在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这个为国人肝病保肝的史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效。那为什么可以我们选择在肝病里面先选择吸肝呢？是因为呢，我们希望能够让国人快速的远离这个病毒性肝炎，尤其是 B 肝跟 C 肝是肝癌的最大的杀手。那我们能够脱离这一个肝癌的这个威胁，一定要首先把这个根源给断绝掉。那现在呢 ，B 肝有很好的控制的药物，C 肝有很好可以根治的药物来做治疗。所以呢，国家政府结合就是民间的力量，非营利组织的力量，以及慈善的团体，大家共同来合作，一起来消灭这个吸肝。也紧接着问着年医师就是在整个的治疗的历程中，从预防、筛检、诊断、治疗，在各个面向上会遇到哪些困难点，以及我们是怎么突破的？这个是全世界每个人其实都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在2014年的时候呢，肝病基金会呢就代表了我们台湾到欧洲的公共卫生论坛，跟全世界分享，如果要成功的防治一个疾病，其实台湾的肝病防治历史是可以提供全世界参考的典范。从一开始投入的这一个就是研究的发展，以及到这个宋瑞柔宋教授跟李国鼎院士大力的推行全世界的这个首位的就是新生儿 B 肝疫苗的注射，降低了这个 B 肝的带原率，减少了肝癌。再来呢，
，BC 肝的这个抽血的筛检，让大家知道自己有没有罹患 BC 肝的这个风险，进而可以定期的追踪治疗。然后呢，结合政府的资源、健保的资源，提供很好的这个药物的治疗，甚至到最后，如果罹患了这个癌症，那还有住院以及最后的安宁的治疗。其实整套的这个肝病防治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接下来要请问教授哦，我知道你有去做那个全面性的地毯式的吸肝筛检，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以及成效如何？好，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筛检这件事情，在民主社会其实是蛮困难的，即使在美国、日本也是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明明告诉我们国人这个肝病的严重性，也希望他们提早知道自己有没有 B 肝或 C 肝，那这只要抽血。可是呢，事实上愿意出来抽血的人很少。为什么呢？很少，因为没有症状，主要是因为没有症状、没有感觉，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所谓的地毯式的这个筛检，这个是要着重在比较小的地区，也就在吸肝根除里面，我们有一个叫做微根除。微根除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一个比较小范围的人口，那我们把这个吸肝的人口找出来，然后就给他诊断治疗，这样尽量达到100%这样子的一个目标。那你像都会区那么多，像台北市、新北那么大的人口，事实上是非常困难。所以这个要用不同的方式。那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地毯式的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阿里山乡，在苗栗的院里，就是用这样子小小的一点一点，这不是1天2天，是要花几年，慢慢去把里面可能的潜在的吸肝的人口都给它诊断出来。是用什么方式呢？用抽血。我是说，就用车子一直呼吁大家出来，还是说找村长、里长都有？什么方式都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阿里山乡有一间庙宇，那个庙宇是最后最困难的地方。怎么说呢？因为住持他反对这些抽血的事情，所以他下面的信众他也反对。我们的卫生所的主任就3不5时就必须要去跟他喝茶，拔干净，对，然后慢慢了解他的心情，最后他终于同意让所有的信众抽，他自己最后还是没抽，所以还是没办法达到100%。不过阿里山乡我们完成微根除，大概96%多，是接受了抽血诊断，那其中超过90%接受治疗，所以算是台湾第2个原乡完成微根除，第一个是高雄的桃园乡。第2个其实桃园乡那个主任也是很辛苦，有时候在路边拦住他们从田地回来的国人就当场抽血，所以要做各式各样的，不是只有什么宣导什么没有用。对啊，刚刚我们次长告诉我们那些数字，其实是数字的背后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努力。好，接下来想请问次长你如何去看现在政策中目前的做法跟成效呢？我目前的做法我们的政策就像刚才我们的杨教授所提到的其实我们从预防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做了但是预防的部分是希望它不要发生，但是人的行为有时候并不见得那么容易控制，所以我们后面就有所谓的筛检。筛检就是把一些的自己感染到了他不见得知道给找出来，然后确认他真的受到感染，好好的治疗。那我们目前的治疗的部分，我们台湾很特殊，就是说我们健保提供了吸肝的这些的感染者一个健保的给付的制度，那这已经解决掉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障碍。那另外的我们要处理的就是一个民众的可进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筛检怎么样方便。那所以说我们筛检怎么样方便，只要你可以做成人健检的地方，你就可以筛检这个吸肝。然后另外的，那我们的治疗的部分也尽量的来扩充。那也就是说我们从它的可进性，然后可负担性以及方便性。方便性的部分的话，比如讲说我们把它医院里面或什么这样的流程做一个改变。以前也许要去2-3次的门诊，现在也许1次门诊的时候
他来筛检的时候，到后面就可以同时开始接受治疗了。那对民众来讲的话，的确是带来非常大的方便。从这几方面来做，就马上可以治疗。筛到了之后，在当天的时候，其实就可以马上治疗。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目前的话，最需要努力的部分，就像杨教授所提到的筛检的部分。我们不知道，我们后面就很难处理啊。如果知道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国内民众这样的经过努力，那就会来好好的治疗，好好的治疗了之后呢，就比较不会传染给别人。那我们逐渐的吸干就会受到我们完全的控制。那请问杨教授，就像次长说的，我们可能会有一大群他其实并不自知他已经得的人，那我们怎么去找到他们？在偏乡跟都会区，我们在台湾的吸干呢，其实分布非常不均匀。那么最多的就西南沿海地区，对，从嘉义、云林到台南，甚至高雄一部分对，那其他地方都有一些高盛行区，像我刚刚讲的苗栗的苑里这些呢大概已经都有流行病学的资料，大概都知道的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们出来，在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做法。刚才讲的类地毯式的是在偏乡，对。如果像都会区双北，没办法，双北不可能。不过我们知道双北的民众90%都会到医院，不管到基层诊所到医院，所以要善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就他们到诊所，刚才次长有讲，现在我们从45岁到79岁，一生可以有一次筛 B 肝跟 C 肝的机会，所以只要健保卡一插进去，马上，因为它有勾机。马上就知道他有没有做过这个动作，没有的话，当场就建议他抽。他可以反对，但是建议他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在吸干的这个流行病学里面，有一些次族群，比如说糖尿病、肾脏病这些病友，甚至心脏病，他们的吸干盛行率是比较高，所以他们来看病的时候，一样，就是院方有一个机制。马上在电脑提醒说，这个病人可能是适合做 BC 肝的筛检，就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在都会区，这样就可以比较早一点筛检到。所以你只是去看个糖尿病，但是你的健保卡一插下去，对，就会有人建议你要来做吸肝筛检。对，这样子真的比较容易找到更多不自知的人。对，好，接下来再请问那个次长我们刚刚讲到说，真的需要这种很有创新的做法，然后整个真的需要全国一起来，所以在这个我们达到90几%这样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动员了各级的医疗院所、民间团体、地方政府。中间你觉得我们曾经遇到哪些困难，然后是怎么突破的？我们台湾很幸运我们有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那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卫生所在深耕地方，那在这部分就扮演很重的角色。那我们非常幸运，我们有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替我们到每一个角落。这不见得我们做得到，但是他们的机动力好，他们的行动力强，他们的专业够。那在这部分的确替政府方面真的担负了非常非常大的责任。那此外呢，那我们也就像刚才杨教授所提的，医疗院所我们非常鼓励让他来把握机会就来做筛检。另外呢，现在我们也走入工厂，意思就是说他做劳工健检的时候，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反正有医事人员进去有什么，顺便就赶快来做这样的一个筛检用这种等等的这些的机会来做处理。那此外在方便性的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有些医院那真的是蛮棒的他车子直接就开到那个高危险群的有一些洗肾的患者的这个洗肾中心去，那在那边的时候就直接提供服务了。也就是说他不必个别的再去，我们知道他高危险群可能集中在哪里，那我们就医事人员到那边去提供服务。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族群呢，我们也没忘掉就是受刑人连监狱都有。对，因为受刑人的话，那有些有可能会有使用毒品或有其他的行为的话，那的确也有可能感染到吸肝。但这群人如果我们不处理好，他到社会的时候，毕竟还是会可能有传染。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跟法务部合作，我们在整个不管是监狱看守所，然后就是说进去，那我们开始筛检，那提供这部分的服务等等这些的其实的话，就是说我们从多面向的这些进来。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实施的成果还蛮不错的。那当然是还要感谢我们的这些的伙伴，真是不容易。那如果我们吸干能够消除的时候，他们功不可没。的确是哦。刚刚次长没有提到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在这次的角色是什么？地方政府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个，地方政府它有卫生所是属于地方政府那其实卫生所就是深耕到社区里头去。那除了深耕到社区里头去直接接触民众之外，那同时呢，医疗院所在地方也是保持密切联系，要医疗院所很密切的配合，地方卫生所的一个角色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医院不论是在转诊或什么，难免有些的民众还不见得就会说，记得要配合去治疗或者是去筛检。但是我们卫生所的同仁的话，如果你筛检出来他会锲而不舍的去游说你，然后赶快接受治疗，让你的整个筛检治疗整个过程完整下来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照顾到他们的健康。对，的确是医院体系兴起之后，我们现在好像似乎对卫生所的角色开始觉得有点式微，对他们没有那么长的接触。但事实上，在公卫的角度的视野来看的话，还是非常非常重要。是，卫生所是我们台湾的特色。我们台湾有好的一个公共卫生的工作，卫生所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到明年2025年，所以就是明年了嘛，所以我们看来。就刚刚次长讲到那个目标，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最后1里路，那1里路要怎么达成？这1里路的主要的差别是在于筛检。那我们现在筛检这样算起来的话，大概跟我们的目标啦，筛检的人，我们的治疗拉得非常的高，超出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的筛检的话，还差个大概3万人。如果单独看筛检这个目标的话，那这部分的话，我们就努力用尽一切方法，然后不管是医院、工厂或等等的这些场合，我们努力去把这些人给筛出来。那2位觉得那3万人可以怎么找出来？基本上就是刚刚市长也讲的那大概我们知道在偏乡我们自己在包括院里就碰到一些困难。你已经把名单都筛出来了，然后也在里长办公室，甚至到家里，但是还是有蛮多会拒绝。所以有关这个地毯式的搜索我们在阿里山乡有花了好几年的一个经验。我们也发现院里它有分外区跟内区，外区比较靠海边那一边，内区比较靠山边。大概内区的10个里，它的吸干的盛行率高达20%，每5位居民就有1位是吸干的患者。所以这个是蛮高的一个盛行率。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做所谓的微根除，也就是说把所有的居民呢，因为这个在偏乡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叫做在籍不在户。户籍好像在那边，其实他没有住在那边，所以你要找人也不一定找得到。所以很多的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当然很感谢苗栗县卫生局的卫生所的同仁，他们其实工作已经非常的忙，还愿意呢配合国家的政策来做这些事情，甚至晚上都要到居民的家里去抽血。那这些呢，有时候还会碰钉子。因为白天找不到就对了。白天找不到，因为他们要出去工作。其实，在偏乡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在这个泰安乡，台中县的泰安，这个是苗栗，台中还是苗栗？苗栗。泰安乡它的幅员很大，人口稀少，那白天都在谋生，所以你要找他们，你其实在那边有一个站要抽血站，没有人会来，所以你真的要到各地，像桃园乡一样，到各地去找这个民众来抽血。所以我们在泰安乡做的是最辛苦，那院里是第2辛苦。我刚刚讲过说，这个院里呢，我们即使已经把它都找出来了，请他出来就近抽血，不管到里长的办公室，还是我们到他家，有的还是拒绝。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未来的筛检里面可能比较困难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达到90%以上？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潜在的困难，特别是我们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他拒绝的话，你不能强迫。所以这个是未来我们能走到哪一个地方的最重要的关键。其他我想我们在政府跟民间的
这个非营利组织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应该是可以做到极致。要怎么样让国人知道这个肝病的严重性，这个其实还是最重要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C肝的患者，他本身已经是很老，70、80岁了，他的观念是觉得我活到这样已经差不多，所以这个当然就不可能勉强。我们着眼在可能比较年轻的族群，希望能够说服他们，只要有C肝就赶快治疗。好，关于C肝的严重性，就来请教年医师了。不治疗会怎样？在这个C肝整个发展的历史上，其实它就是一个肝脏的一个慢性发炎，而且是由一只病毒所造成的。那在日子久了之后，当然肝脏就会慢慢的出现这个纤维化、硬化，那有一天可能就不幸会长出肝癌。所以在整个这个肝病防治的这个历程上，其实我们能控制在前端的，我们就尽量控制。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国人能够注重自己的健康，因为肝脏太沉默了，它就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如果我们没有抽血检查，可能就不知道。那一个人如果一生只有一次检验这个 B C 肝，因为 C 肝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疫苗，所以呢，也呼吁大家不妨可以多利用这个基金会以及非营利组织的这个善心的支援，就像肝病基金会，它可能每年都会不定期在偏乡各地、全台各地帮民众做免费的肝病筛检。那不管您之前有没有做过B C 肝的筛检，其实都可以在这一个年度上来照顾自己的健康，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 C 肝。最重要的是，我们呼吁这个保肝的知识从小生根扎起。所以如果有看到我们的这个教育宣传的影片的孩童们，请不要忘了关心我们自己，也要关心我们自己的阿公阿嬷，还有我们自己爸爸妈妈的健康。记得提醒他们 C 肝筛检了没，这样子呢才可以早期的达到这个筛检的目标。我们虽然一直讲筛检，但是也会想说它可以预防吗？那谁又是高危险群？我们这个讲预防大概在过去的年代，尤其现在差不多50岁以上的，其实跟以前的医疗环境有关系，也就都是打针，打针的文化。那时候连 C 肝病毒的概念都完全没有，所以那时候针头的消毒也是不是像现在这么好，又有抛弃式的针头，所以呢，事实上那时候传染就是这样子，打针针头这样传染，输血也可能传染。但这一些呢，在现在这个我们用抛弃式的针头，而且可以筛检病毒，包括输血，这个血源都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比较特殊的族群。比如说我们治疗以后会有问题的，会一再治疗完还会再感染，这一点要特别强调，不是我们治愈以后就没事了，没有保护性。我们身体得到 C 肝病毒感染以后，它不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所以它如果继续危险行为会再传染，会再感染。所以刚才讲预防里面最重要，未来的就是比较特殊的族群，我们要一再的宣导，让他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一再请健保署愿意，不是只有治疗一次，可能治疗2次，甚至治疗多次，尽量把这个传染源给它根除掉。因为有些行为没办法一下子就改变，而我们只好靠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传染源，这样子。接下来请问年医师就是他已经得了 C 肝的人，如何保持健康，去避免走到肝硬化、肝癌？是，这个是在那个 C 肝很好的药物就是出来之后，大家很想问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也分享一个我自己彰化偏乡那个邻居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几年前，在 C 肝这么好的药物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天下超贵的这个药物那因为我们国家的这健保资源可以纳入，就是让民众可以做治疗，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德政，让这个C 肝的病人可以得以治疗那很多人治疗完之后就说，年医师，那个我们的 C 肝的病毒从几亿只1个月之间呢，瞬间就没有任何一只了，那我是不是一辈子就好了？那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呼吁，
即使我们吸肝的病友已经治疗好了，也不要忘记我们半年的时候要做一次抽血跟腹部超音波的检查。毕竟呢，这个肝脏已经被这个吸肝病毒所凌虐过，它未来其实还有这个罹患肝癌的风险，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做这一个腹部超音波的检查，一起搭配，才有办法知道这个沉默的肝脏里面没有神经，里面到底有没有长出这个我们最不想要看到的肝癌。民众对于吸肝还有没有哪些其他的迷思？例如说不可以运动啊等等的，有吗？这个没问题，这运动是绝对对身体有帮忙的，所以即使是吸肝的病友呢，我们刚刚也讲过，他大部分是没有症状，所以我们鼓励他从事任何正常的活动，包括运动，因为运动对身体都有很好的一个注意，那么吸肝最重要，刚才年医师讲的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很感谢健保署国家这边愿意在我们专家会议里面建议的，越早治疗越好。所以刚才周市长也有讲到，我们只要发现病人血中有吸肝病毒，马上就可以治疗。就希望越早治疗，刚才年医师讲的，就比较少产生纤维化。那么后续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纤维化是造成硬化肝癌的一个重要的根源。你越早治疗，后面后果就比较好一点。但是定期追踪还是必须要的，所以记得要定期追踪。接下来再请问次长哦，就是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 WHO 的目标，那下一步又是什么？我们 WHO 的目标只是定消除，也就是说，9成筛出来，当中的8成治疗好，但是别忘了还有1成没有筛出来，还有2成没有治疗。其实这条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那此外呢，那我们整个肝病的防治还有其他的区块、其他的危险的因子等等，比如讲说有可能接下来肥胖饮食所造成肝脏的这些的等等伤害的部分，那这部分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我们过去在肝脏疾病取得不错的成就，那接下来还有一段路我们需要再努力。请问年医师，我们吸肝治疗之后，是不是人生就一路顺畅？当然一定会顺畅一半，那另外一半呢，需要你我一起来努力。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肝脏没有神经，所以即使吸肝治疗完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定期至少半年做一次抽血跟腹部超音波的检查。因为呢，很多的这个小型肝癌，光靠抽血检验，甚至肝癌指数、胎儿蛋白都是正常的。所以这些人必须要搭配就是腹部超音波检查这个照妖镜，我们才可以做这个完整的肝脏检查。所以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从4年前开始努力继续的推动，做目前政府还做不到、企业还不想做的中间的这一块，利用社会爱心的资源，一起为国人保护这个肝脏的健康。所以呢，4年来已经做了免费腹部超音波15000人左右，其中呢也不乏已经发现大概100个民众有3位左右有疑似肝癌或不明的肝肿瘤。那当然呢，下一个国病就是脂肪肝，有高达将近6成的人发现有脂肪肝的问题。那也希望在未来推动吸肝即将要消除的当下，能够继续的将肝病的这一条路走得更加的长远，更加的健康。次长，那下一个国病的脂肪肝政策上有没有什么做法？脂肪肝的这部分的话，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从饮食从小开始来做起。那这也是我们列入健康台湾里面一个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如何是一个健康的饮食。那同时呢，接下来那如果比较成长了之后，那就像刚才年医师所提到的，我们照顾好，但是我们在一个超音波再做一个 recheck，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万无一失。好，我们也即将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哦，所以也请3位来宾，最后有没有一句话，或是你觉得你很想跟观众分享、提醒的？那我们是否就请年医师开始？我们提醒所有的国人都应该早期的筛检、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这样子可以永保大家肝脏的健康。教授，那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这个吸肝即使经过治疗以后，它还是可能有潜在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定期追踪。
不要掉以轻心，每半年追踪一次。每半年追踪一次。嗯如果是已经有肝硬化的，要每3个月追踪一次。好，次长。还没筛检的朋友，赶快出来筛检吧。好，是45岁以上，全部都可以筛检。其实花钱花的不多，那个便宜的便宜几百块而已。好，请大家要出来筛检。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爱护肝脏，远离吸肝，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人生才会是彩色的。感谢大家收看《生活面面观》，健康爱台湾，和我们一起推动健康台湾。